先看看天上飛的是個什麼玩意兒。Good, that looks good. It's very stable. Control copy, standing by for flutter on 11, 12, and 14. 就在2025年10月28日，一架造型極其詭異、長得像一根巨大鋼針的飛機，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愛德華茲空軍基地騰空而起。它沒有前擋風玻璃，飛行員完全是盲開。它的機頭長得離譜，佔了全身長度的1/3。這架飛機就是 NASA 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秘密研發了9年的黑科技 X-59。它的出現不是為了打破速度記錄，而是為了解決一個困擾了人類航空界整整50年的死穴。如果它成功了，我們每個人的旅行方式都將被徹底重寫。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架被稱為靜音超音速之子的 X-59， 看看它到底牛叉在哪裡。要理解 X-59的厲害，我們得先聊聊它的前輩，那個航空史上的悲劇英雄協和式客機。上世紀60、70年代，人類對速度有着近乎瘋狂的執着。協和式客機能以2倍音速飛行，從倫敦到紐約只需要3.5小時。那是航空業的黃金時代，名流們在2萬米高空喝着香檳，看着窗外漆黑的天空和地球的弧線。但是協和式客機有一個致命的缺陷：聲爆。當飛機突破音速時，空氣會被劇烈壓縮，形成強大的衝擊波。這些衝擊波傳到地面，就像是一場近距離的爆炸，它能震碎居民家的窗戶，嚇壞農場的牲畜，甚至讓心臟病患者感到不適。因為這個原因，1973年，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下達了一道死命令，禁止任何民用飛機在陸地上空進行超音速飛行。這意味着協和式客機只能在海上撒歡兒，一旦靠近陸地，它就必須減速到普通飛機的水平，這極大地限制了它的航線，也最終導致了它的商業失敗。2003年，協和式客機帶着遺憾退出了歷史舞台。從那以後，人類的飛行速度不僅沒有進步，反而退步了。我們被困在了亞音速的牢籠裡，整整50年，直到 X-59的出現。X-59的全稱是靜音超音速技術驗證機，它的使命非常明確，把那聲震耳欲聾的爆炸變成一聲溫柔的悶響。那麼它是怎麼做到的呢？首先，你一眼就能看到它那長得離譜的機頭。X-59全長約30米，而它的機頭就占了將近10米。為什麼要設計成這樣？在傳統的超音速飛機上，機頭、機翼、發動機等各個部位產生的衝擊波，在向地面傳播的過程中會互相疊加、融合，最後形成2個巨大的壓力脈衝，也就是我們聽到的砰砰2聲巨響。而 X-59的超長機頭就像是一個精密的分流器。它把這些衝擊波在空間上拉開，讓它們無法聚集成一個強大的波陣面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把一堆石頭同時扔進水裡，會濺起巨大的水花。但如果你把這些石頭排成一排，一個接一個的扔進去，水面只會泛起一連串細小的漣漪。這就是 X-59的核心邏輯，通過改變飛機的形狀來操縱衝擊波的走向。除了長鼻子， X-59還有一個更瘋狂的設計，它沒有前擋風玻璃。是的，你沒聽錯，作為一架超音速飛機的飛行員，你坐在駕駛艙裡，正前方是一堵冰冷的金屬牆。為什麼要這麼幹？因為為了實現完美的空氣動力學外形，機身必須保持極其平滑的流線型。如果為了給飛行員留個窗戶而設計一個凸起的駕駛艙蓋，那就會產生額外的衝擊波，破壞整個靜音效果。為了解決看不見路的問題， NASA 開發了一套名為外部視覺系統的黑科技。在飛行員面前是一個巨大的 4K 超高清顯示器，機頭上方和下方的多個攝像頭會將前方的實時畫面捕捉下來，經過計算機處理後，以增強現實的方式呈現給飛行員。這套系統不僅能提供比肉眼更清晰的視野，還能在畫面上疊加航線、空域信息和其他飛機的坐標。可以說 X-59的飛行員不是在看窗外，而是在玩一個極其真實的飛行模擬器。這種設計在航空史上是開創性的，它徹底打破了駕駛艙必須有窗戶的100年定式。還沒完， X-59的發動機位置也很有講究。
普通飛機的發動機通常掛在機翼下面，或者埋在機身兩側，但 X-59的發動機卻被安在了機身的背部，這又是為什麼？答案還是為了降噪。發動機在工作時會產生巨大的噴氣噪聲和衝擊波。把發動機放在背部，機身本身就成了一個巨大的隔音板，把大部分噪音都擋在了上方，不讓它們傳向地面。這種反直覺的設計體現了洛克希德·馬丁公司臭鼬工廠的一貫風格。為了性能，可以不惜一切代價挑戰傳統。說到臭鼬工廠，我們就不得不提 X-59那漫長而艱辛的研發歷程。這個項目最早可以追溯到2016年，當時 NASA 啟動了初步設計，並於2018年4月2日正式授予洛克希德·馬丁公司一份價值2.475億美元的合同，要求他們造出一架能改變規則的飛機。但是，造一架全新的 X 系列飛机談何容易？ X 系列飛機代表着美國航空航天技術的最高水平，從第一架突破音障的 X-1到飛出 6.7 馬赫神速的 X-15，每一架都是為了探索未知的邊界。X-59的挑戰在於，它不僅要飛得快，設計巡航速度為 1.4 馬赫，約1488公里每小時，巡航高度約16800米，還要飛得巧。在研發過程中，工程師們進行了數千小時的風洞試驗，他們利用超級計算機模擬每一缕空氣流過機身的路徑，哪怕是一個螺絲釘的凸起，都可能導致聲爆超標。原計劃2021年首飛，但因為各種技術難題和全球供應鏈的影響，首飛時間一推再推。2024年1月12日 ，X-59終於在眾人矚目下正式亮相。那天，它那藍白相間的塗裝在加州的陽光下閃閃發光，像是一件來自未來的藝術品。而到了2025年10月28日，它終於完成了那次歷史性的首飛。當試飛員尼爾斯·拉森平穩地降落在跑道上時，整個 NASA 控制室都沸騰了。這不僅僅是一次成功的起降，更是人類重返超音速時代的集結號。那麼 X-59到底有多安靜呢？科學家們用一個指標來衡量：感知升级。當年協和式客機的聲爆大約是105到110分貝，听起來就像是在你耳邊放了一個大鞭炮，或者是近距離的雷鳴。而 X-59的目標是將這個數字降低到75分貝以下。75分貝是什麼概念？大概就像是你在屋裡聽到鄰居關車門的聲音，或者是遠處傳來的輕微悶響。如果你走在繁華的大街上，你甚至可能根本察覺不到頭頂有一架超音速飛機飛過。NASA 計劃在接下來的幾年裡，駕駛 X-59飛越美國多個城市，並收集地面居民的反饋。他們會在地面布置成百上千個傳感器，同時通過問卷調查，看看普通人對這種被 NASA 稱為聲爆低鳴 Sonic Thump 的聲響的接受程度。如果絕大多數人都覺得沒問題，不吵，那麼 NASA 就會拿着這些數據去游說 FAA 和國際民航組織，要求修改那條塵封了50年的禁令。一旦禁令解除，航空業將迎來一場真正的海嘯。目前，像 Boom Supersonic 這樣的初創公司已經在研發名為 Overture 的超音速客機。他們的目標是讓超音速飛行變得像今天的商務艙一樣普及。想象一下，未來從上海飛到倫敦，不再需要漫長的12個小時，而是只需要5個小時。你可以在上海吃完早餐出發，趕到倫敦參加一場下午的商務會議，然後當天晚上還能飛回來陪家人吃晚飯。全球化將進入一個全新的維度，地理距離將不再是障礙，世界将真正變成一個地球村。而且，超音速技術的發展還會帶動一系列相關產業的升級，比如更耐高溫的复合材料、更高效的变循環發動機、更智能的自動駕駛系統。這些技術最終都會下放到普通的民航客機上，讓我們所有人的飛行都變得更安全、更環保、更高效。回望歷史，人類每一次對速度的追求，本質上都是對自由的渴望。從馬車到火車，從螺旋桨到噴氣式，我們一直在試圖跑贏時間。X-59不僅僅是一架飛機，它是一個承諾。它告訴我們，技術可以解決人類發展帶來的副作用。我們不需要為了速度而犧牲環境，也不需要為了安靜而放棄效率。當然，超音速旅行的普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
高昂的票價、巨大的油耗、複雜的維護，這些都是擺在眼前的難題。但我相信，既然我們已經邁出了這最關鍵的一步，未來的天空一定會屬於那些敢於挑戰極限的人。